1965年，一部黑白电影《如来神掌》横空出世。25年后，王晶拍了一部极其恶趣味的恶搞之作《摩登如来神掌》。这部电影也承包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故事是这样的：香港有一对合租的年轻人德辉和阿池，两个在广告公司上班，苦逼的他们只能每天挤公交去公司，迟到对两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。当德辉匆忙赶到会议室，同事纷纷鼓掌庆祝。德辉不解其意，领导告诉他，鉴于他们两人的表现，公司开会决定将两人派到西北部去采风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阿池还被催债的人找上门，暴打了一顿。鼻青脸肿的阿池突然灵光一闪，有了发财的路子。这一次去西北，顺便走私点古董带回来，会有那些什么都不懂的有钱人。就这样，两人驱车一路北上，前后辗转了10几个省份，总算是来到了目的地。在旅馆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德辉和阿池两个人在夜色下约见了古董贩子。但两人也是倒霉，话还没说两句，警察就找了过来。古董贩子直接把枪扔给了阿池，让他先顶着，自己先开溜了。两人一看这阵仗，当场被吓尿。慌不择路的两人掉进了一个洞穴，石台上还放着一个金元宝。阿池见财起意，二话不说抱起来就要带走，谁知却触动了机关，洞口被封死，墙上刻着碑文，写着要想活着出去就得走水路。两人无奈涉水而过，但没想到水里有条毒蛇，阿池屁股被咬，金元宝也掉进了水里。爬上岸之后，两人顺路进入了第二石室，石室内有几具骸骨，还有一块内部发光的蚕蛹。原来这里是一代大侠龙剑飞的墓穴。这时阿池的蛇毒发作了，他脸色发黑，慌张不已。德辉找到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装着2本武功秘籍和一颗长条状的大还丹。阿池觉得大还丹形状古怪，肯定有问题。德辉为了让他放心，将大还丹分成2半。吃下大还丹之后，阿池的脸色立马正常了，两人还觉得身体飘飘欲仙，一蹦几尺高。兴奋之余，阿池开始练习秘籍上的武功七旋斩。无意中，阿池使用七旋斩打开了发着光的蚕蛹，两个仙气飘飘的美女立刻映入他们的眼帘。长发的美女是云罗公主，短发的是贴身婢女小蛮。随着两人的苏醒，洞穴中还有一个人也开始慢慢复苏。云罗和小蛮胆战心惊，因为此人是几百年前天下第一邪派高手天蚕，这里没有人能够打得过天蚕。为了逃出去，云罗开始传授德辉如来神掌的第一式佛小伽罗。德辉天资聪慧，很快便学会了第一招。淡淡儿戏的发功后，轻松打开了洞门。几人要前往香港的话语被天蚕收入耳中，可是要去香港的话，就必须有香港的身份证。云罗和小蛮根本就不是现代人，他们来自于500年前的元朝，因为都吃下了千年人参王，他和小蛮以及天蚕3人才存活至今。当年天蚕将他2人抓进墓穴，最终在牺牲了4大神僧和龙剑飞之后，才将天蚕封印。不过天蚕在失去意识前，将云罗和小蛮困在了蚕蛹之中。事不宜迟，两个姑娘通过偷渡来到了香港九龙。如今的时代日新月异，两女都对这个现代世界充满好奇，4个人顺理成章地住在了一起。晚上，云罗做了一桌的美食，德辉好奇他是怎么看懂那些意大利文的。云罗告诉德辉，当年马可波罗可是他的师傅，就连披萨饼都是他做了之后传过去的。吃完饭的阿池想洗个澡，却发现自己的内裤全都不见了。转头一看，小蛮竟然拿自己的内裤做了件衣服。阿池伸手去抢，却无意中看到了小蛮的肚脐。按照他们蛮族的规矩，被看到肚脐就要嫁给对方。阿池觉得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去沙滩扫一圈，自己不就妻妾成群了吗？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娶小蛮。可是如果不娶小蛮，只有2种结果，要么小蛮自尽，要么就是干掉阿池。小蛮选择了后者，屋内顿时乱作一团。德辉不得已使出佛教伽罗，阻止了这场闹剧。之后在德辉的劝说下，阿池也就接受了小蛮。云罗见德辉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如来神掌的第一式，便打算将后面的几式全部传授给他。只要学会前8式，那么德辉就可以在江湖上横着走了。要是学会最后1式万佛朝宗，那么就算是天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但德辉没想到，如来神掌的第一式佛飞西天，就是要从30楼高往下跳。一看这高度，德辉当下就是猛地一颤。见德辉这么怂，云罗从后面助他一臂之力，将他推了下去。在求生欲的驱使下，德辉竟然火速练成了这一式，并且平安落地。德辉天赋异禀，在云罗的教导下，一夜之间就练成了前面的8式。自从有了武功，这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德辉赶公交也方便多了。阿池则分分钟教那些讨债的人重新做人。
接到约架电话，自信满满的阿池直接毒入虎穴，可他的招式毒条太长，被对方用泼粪的方式给破解了。一时间，几十个拿刀的古惑仔冲了出来，阿池只能仓皇逃窜。好在德辉及时站了出来，对着古惑仔打了一套如来神掌，危机解除，两人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。闲暇之余，还能帮公司拍广告，赚点外快。与此同时，天蚕坐上了前往香港的列车，车厢里载着各类奇人异事，有能隔空取药的，有手搓点烟的，还有个能和天蚕正面硬刚的老头颜真。颜真是特异功能团的老大，可天蚕毕竟是天下第一高手，颜真也是不敌，甘拜下风。天蚕嚣张地点起了一根烟，成为这帮人的新老大。刚来到香港的天蚕看到了电视上德辉拍摄的大侠汉堡包广告，他立刻飞奔过去，抢了一堆汉堡之后，来到了德辉的家里。一见云罗，天蚕就迫不及待地表露爱意。云罗立刻说，德辉已经领悟了万佛朝宗。一听到万佛朝宗4个字，天蚕吓得后退了一步。可德辉实在太单纯，硬说自己还没学会，天蚕立刻没了顾忌，和德辉扭打在一起。天蚕脚威力非同小可，楼上就跟拆迁一样，搞得楼下吃饭的一家人苦不堪言。德辉自然不是天蚕的对手，被一脚撂倒。试图偷袭的小蛮和阿池还被天蚕点中了笑穴，4人全军覆没。这时阿池的老父亲赶到了现场，殊不知他的长相和几百年前的龙剑飞很像。天蚕一看是龙剑飞，当即就被唬住了。德辉趁机让老人假扮一下龙剑飞，他声称天蚕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，病情不太稳定，随时有可能会砍人。老人也索性配合几个人演戏，让天蚕去对付楼下的那几个混混。解决完小混混的麻烦之后，几人回到楼上。期间，德辉告诉天蚕，在这个年代，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。天蚕一听便来了兴趣，听说银行里有很多钱，遂决定第2天就去抢。为了让德辉和阿池听话，他给2人各自喂了一条天蚕虫，只要他一敲鼓，那些虫子就会发作，到时候生不如死。老人见这情况，谎称要闭关修炼，一溜烟跑了。次日，3人来到汇丰银行门口，德辉决定给天蚕表演一个魔术。他将银行卡放进机器内，输入了密码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叠钱。天蚕一见这么神奇，他也想试试，可是他没有密码，机器根本不吐钱。误以为自己被耍的天蚕直接将机器卸了下来，扛着就走了。德辉和阿池2人还想逃，但天蚕一敲鼓，2人疼得生不如死，只能乖乖地回到天蚕身边。2人为了祸水东引，于是将天蚕带到了港督家里，谎称他就是这里最大的官。天蚕直接喂了一条天蚕虫给他，然后津津有味地看起了电视。被困在港督家里的阿池想办法通知了老爸，让他打电话报警。夜晚，几十个特警赶到，他们刚潜入进去就被天蚕制服。慷慨的天蚕给每个人都喂了一条虫子，在虫子的威胁下，特警们被迫跳起了花式舞蹈，可谓是受尽了屈辱。与此同时，云罗和小蛮赶到了现场，他们施展轻功溜进房子。从德辉的口中得知，天蚕现在迷上了看电视。云罗牺牲一计，将电视信号转向自己，然后利用催眠术使天蚕昏睡过去，再让小蛮溜进屋子，趁机带走了所有人。可港督这时候却出卖了德辉，叫醒了天蚕。天蚕一看人都跑了，立刻开始敲鼓。好在阿池留了一手，早就将他的鼓换成了痰盂。天蚕一路追出屋子，在警方的火力压制下，他也只能暂避其锋跑路了。为了打败天蚕，他们特地找到了颜真颜师傅商量对策。颜师傅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可以吸收自然界的游离能量来施展万佛朝宗。他交给德辉一个咒语，用来吸取能量。几人商定好计划，在电视上播出广告，告诉天蚕凌晨2点在卫星站决一死战。天蚕如期而至，一开始德辉被天蚕打得落花流水，那叫一个惨不忍睹，一脚就被天蚕踢到了卫星接收器上。这时德辉发现这里吸取的能量比平时要高数倍，他立刻摆出姿势，念出咒语。随着天空中一道金光射下，德辉成功使出了万佛朝宗。天蚕被万佛朝宗打飞，右腿也断了，再也使不出天蚕脚。最后天蚕决定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。德辉几人也送别了天蚕。这部《摩登如来神掌》可谓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，尤其是里面王祖贤的颜值，属实惊艳了不少人。虽然本片充满了很多恶搞，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对老港片的致敬，在茶余饭后都是值得一看的捧腹佳作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